最近缠上了这款猪肉脯，零食店里小小一包$7，那问题来了，售罄了。这种适合我们口味的猪肉脯在美国真的不太好买。再看看包装的反面配料表，自己做为何不可呢？自己做的不但可以省去这些七七八八的添加剂，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对配料进行调整。择日不如撞日，来吧！推荐使用猪后腿肉，没有那就用现成的猪脚肉吧，比后腿肉多了些肥肉，我觉得并不会有多大的影响。加入料酒、酱油、盐、糖、鱼露没有，省略，蚝油。蜂蜜，这里我也不具体说每种配料加多少克，都是按照你个人的口味去决定。你也可以取一小块肉，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尝尝味道，疯狂搅拌。真的闻到了猪肉脯。做这个料理呢，其实非常的消耗烘焙纸。把调好味的肉放在2张烘焙纸之间，把它尽量擀薄擀平。如果你觉得肉的形状被擀得不太规则，可以掀开来，对肉泥呢进行一些调整。其实呢也不需要特别的纠结，你就想最后的成品会被剪成一条一条的。根据我的经验呢，肉铺开来的厚度保持大致一致就可以了。烤完之后呢，你会发现特别薄的地方它比较容易烤焦，这个过程其实挺治愈的，也需要一定的耐心。最重要的是你要确保你家有足够多的烘焙纸。进烤箱之前呢，先在一面刷上蜂蜜水。我这里有2盘准备进入烤箱。烤箱的温度设置为170摄氏度，我这里就是335华氏度。一共需要烤30分钟，待在中途15分钟的时候，先把它取出来，然后翻面放在新的烘焙纸上。这就是之前为什么说这非常的消耗烘焙纸，因为已经烤了15分钟的时间，水分已经蒸发掉了许多，所以肉片的大小呢已经缩小了很多。现在我将2片肉片都放在一个烤盘上，继续在2片肉片上均匀的刷上蜂蜜水，刷完之后回炉再造15分钟。这就是新鲜出炉的家庭版猪肉脯。大家可以看到边上有一些黑黑焦焦的部分，就是在擀肉片擀的比较薄的部分。因为我这里用的是猪脚肉，所以会出油比较多。在外面放凉的时候呢，也可以用厨房纸将多余的油脂吸掉。如果像他推荐的用猪的后腿肉，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油，烤出来也会相对干一些。因为是家庭制作版本，随意剪成喜欢的形状保存。500克的肉，因为将水分烘烤挥发，实际得到的猪肉脯感觉不到100克，所以这类零食卖的不便宜啊。如果你也馋猪肉脯，也可以像我这样试着在家里做做看。最后千万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1键3连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啦。